那来吧，新玩具叉社的消防车和吊车我们之前拍过了，包括还有一个重涂的火流星。这回呢，绿色的吊车也来了。这个配色曾经也是一个限定版了，也是很多老玩家的怨念。盒子外包装和其他的几个都差不多，挺长的。制品方面，说明书、人物卡、信用卡材质。配件的内容和之前的吊车一样，也有这个弹簧的抓娃娃机，还是挺帅气的一个人形。不过后背这一大坨的吊臂啊，就没有一个很好的收纳，而且它这一回的一个设计逻辑呢，中间有很多的连杆堆叠在这个空间里。不过整体来说，拿着的手感分量还是挺重的，身上都是齿轮关节，掰起来也是嘎嘣嘎嘣的，关节处理挺好的。造型来说嘛，也不算丑，而是我们以前在玩消防车时候的那个观点，这个模具出的太迟了，老早就公布出来了，结果现在才出嘛，中间夹了一个 MP 的消防车、吊车，这些出来了以后，就觉得第三方这些无法收纳云梯的，可能在设计变形结构上面没有那么出彩了。那总体来说，料子还是挺扎实的，毕竟我们之前已经介绍的很细致玩过了，我们直接来变形。首先第一步还是先把胳膊这里的小细节处理一下，翻起来这里小围栏，这一侧的手臂翻起这个卡扣，拳头稍微折一下，折成这个角度，护栏，哎呀挺紧的，我还正好这几天把指甲剪了，突突的抠不动。好，把这点先调整好，然后拆上边这个变形结构，哎，咋说呢？这个也不能说它好与不好吧，毕竟落伍了。那个年代的设计，往下压一下头顶的位置，因为这里是一个倒钩，压一下中间这里，把这个钩子拖出来，打开后方，然后再压一下这个头，把这里的一个钩子拖出来。好，这一坨就解开了。接着我们要整体的拉，再拉，再拉，哎呀，扣的还挺紧，延长出来这么大的一条杆子。不过这个杆子韧性还挺好的，应该是个尼龙件，倒是不用担心扭断了什么的。顶盖掀起来，再把它盖回去。注意把这个钩子扣到位，然后上方的这个钩子再插槽卡回去，固定好。哎呀，可以了。胳膊边旋转边往后走，卡到这个位置，车门这里定一下。另外一边也是边旋转，先打横啊，边旋转边往里转折。让过这个边缘来，这个地方是可以一体变形出来的臂泡，这里边是弹簧机构，但是你在收纳的时候，它会莫名的凸出来。其实它这里边有一个小锁点，我们把里按一下，然后旋转一下，就锁住它了。锁住了以后，它就不会弹出了。好，旋转一下，锁进去。这里撬开这个边缘的盖子，打开下方的卡扣，把这个边翻出来。然后把膝盖后边的卡扣拆开，整体折过来这个零件，脚丫子这里都是齿轮关节，把它卡到位，这里有一个插头把它定住。接着就是当时形容为华容道玩具的这么一个变形过程，挪开轮子，把边缘这块金属零件卡过去，然后把这个销子提平，锁住它。这个就变完了。其实这个变形结构还是非常简单的。扣起来，这里的插头固定上，轮子拉下来，边缘的金属零件翻起来，然后这里的销子锁上，翻起来。这个时候其实两条腿不要合并啊，不要把中间这扣子先锁死，先把腰部这里这一块整个拉开，填下来。
填这里的过程中就要注意了。首先把手臂套进去，把这个拳头的空洞正好套在小腿内侧、大腿内侧吧。套进去以后，手腕这里会出现一个凸点，就是说为什么不套胳膊，不把两条腿先结合啊？把这个凸点挂进去，手扭一下，手扭的窄一点，哎，操作空间就有了。这个豆豆挂进去就锁住了，手还是调一下吧，全心冲外，冲外侧这里好收纳一些，把它搁进去，然后把这个豆豆挂上。这回可以把中间所有的卡扣都锁定了。好，这块没问题。接着把前方这个液压支柱锁下来，锁下来之后，把这个小楼梯翻转180度，把这块板子立起来，下方这里的金属边缘立好，往上贴，把这里边的暗扣锁上。当然，这个绿色版的吊车嘛，就没有那些水管了什么的需要你替换了，直接变成这样就可以了。车型的部位变成这个样子，基本上已经完成了。最后就是处理背后这一大坨杆子，我们要把这些杆子先摊平，放到车顶上。接着这里要用一点点韧性，把这个 C 型咬扣打开，好紧啊！哎呀呵，撬开这里，脑袋旋转个180度，把脸冲内，后边的这个盖子从这里双关节抽出来，然后盖到脑袋上去。接着这块立起来，白色的零件立90度，两个钩子锁上，这里吊臂的齿轮关节旋转一下，放这里再放过来，然后把这儿往上贴，卡住，把这里往上贴，再卡住，好，变成现在的样子。最后把这一片整个白色的零件锁到两个脚板中间，卡进去 ，OK 了。哇，太长了，有点看不到钩了都。过程还是很简单的，变形的逻辑也很明确，滚动性也非常好，6轮接地，橡胶的轮胎。整体来说的完整性不错，但是很碍眼的部位就是背后这一大坨白色的零件了，也是这一次的变形结构让人非常讨厌的一个地方啊。所谓传说中的飞头蛮，整个的拉一个杆子叠吧放到车顶。那其实这个设计来说呢，我们之前也谈过啊，生不逢时，太落伍了。这个搁在前几年啊，它刚公布的时候，那个年代其实对于 MT 和 O 叉之间，它如果做出来，在那个年代做出来，真是一个很不错的玩具。包括它的车型卖点也很好，前方这里透明的车窗、电镀的零件，包括这个倒车镜也是可以活动的，非常还原真实载具的一个效果。车门还可以打开，里边座位、仪表盘、方向盘这些档位都有刻画，靠背甚至还可以稍微的动一下。贴好，里边装一个戴亚克隆的小人也完全没问题，都不错，身上玩点细节都挺好。但是问题就是它在 MP33和35模具之后再出这个东西，生不逢时。诚意是有的，整体的做工、用料、合金件、涂装、齿轮关节素质都相当高，只是因为这个设计已经落伍了，不高级了，其他的都还可以。好，那么的这款超热的绿色吊车大概就这样了。